中美贸易牵头人首次通话，这种交锋拉锯战还得拉多久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新华社消息，5月27日上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话。双方呢，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，进行了坦诚、务实、建设性的交流。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，并且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，同意继续保持沟通。那咱们的新闻报道就是这么报道的。现在大伙儿都知道，字儿不多，事儿容易大。那么字儿不多说明什么呢？如果双方谈的都很好，那新华社报道一般就是长篇大论，很详细了。中方说了什么，美方说了什么。有的时候呢，谈的不顺利，我们新闻报道呢就是转发一下中方说了什么，说的很详细，而对方观点呢就挑一两句我们看得下去的原则性的话，比如说这个台湾问题尊重这个一国两制，尊重这个一个中国，把这种话发出来就行了。当然这次贸易话题呢，不见得涉及到这几句话。而这次新闻报道，你看看惜字如金，没多少字儿。自从网上某部著名动画片播出以后，大伙儿一看到报道中这几个词儿，就能想起动画片里的名场面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老百姓对以下几个词汇的理解都是这样的：坦诚的，通常是指大伙儿都不客气；务实的，直奔主题，漂亮话、客气话都不说了；充分交换了意见，吵得挺激烈；同意继续保持沟通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咱们休息几天继续吵。当然了，民间这种解释呢是有些幽默成分的，不过呢，这也是对过去一系列外交事件的一个总结。这次双方对话呢，其实大伙儿也真的没有期望能够谈出什么具体成果，或者大家都明白，谈了本身就是成果，还能继续谈下去，那就是更大的成果了。对中国来讲，不管什么样的谈话，不管什么样的这种谈判吧，当然能够结束贸易战，让美国放弃对中国的科技封锁、贸易制裁，那是最好的。中国呢，也可以继续向美国提供一个市场回报嘛。这么大的市场，我们也欢迎美国进来，不管你投资也好，销售也好。对美国来讲呢，美国的期望值是中国放弃在某些领域的发展，服从美国的安排，安心给美国打工，那最好。所以怎么可能双方立场差距这么大，还容易谈拢呢？关键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事情，而且威胁到了美国的命脉了。美国一直最希望的就是通过科技，通过美元优势躺着挣钱。他有脑子，别人有腿那行了。他动脑子，别人干活嘛，这最舒服了。所以呢，几十年下来，按照这么一个思路去发展，美国人的结果是什么？自个儿的科技发展确实是不错，但是腿被自己废了，就是制造业很多这个环节放到国外去了。结果现在中国的特点是什么？既有脑子又有腿。你搞科技我也搞科技，你搞产业我也搞产业，你搞生产吗？你不搞了，但是我要搞。制造业在中国把握之下，那就是说美国不能够驾驭中国了。而中国如果这么继续发展下去，又能够在科技上保持创新，又能有生产力的这种领头羊的作用，那么其他国家就可能跟着中国跑了。别人的腿都跟着中国跑了，美国没腿了，光剩个脑子，他自个儿怎么办呢？所以美国必须通过制裁打击中国的经济，让中国成为不了领头羊，让中国跑不起来。中国没有了魅力，没有了吸引力，那其他国家的腿还得回来为美国这个脑子服务。所以封锁高科技产品，封锁技术向中国的输出，就是美国迟滞中国发展的最主要手段。毕竟仅仅靠增税，美国人生活成本增加的更多，吃亏比中国人还大。而拉拢盟友打中国，最后还把盟友伤得不轻。现在你看美国又开始不断的这发行钞票，最后中国这边来讲，我汇率不再做控制，你美国想通过印钞票给中国来一个输入通胀，中国不要。就算是科技封锁这一招对中国现在是有效的，能够把华为折腾得不轻。但是问题是，就算华为芯片产业被打击这么狠，华为现在3纳米芯片的设计还在继续做呢。我现在没法代工，但是以后呢，我这个科技发展我不停啊。就是你科技封锁我这招是好使，但是你这招保质期还有多久不好说。也许美国人觉得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再努一把力，中国可能承受力就不行了，也许就这么一张纸捅破，中国就能够输，美国就能赢。所以戴琪他们觉得手头上这张牌也许保质期不太多了，但是还在保质期内，现在不用以后就没法用了。
再加上美国国内身后还有一群督战队用枪顶着拜登脑袋呢，就算拜登想跟中国缓和，从美国国内政治斗争角度来看，也不那么容易缓和。拜登都缓不了，戴琪又能干什么？那好吧，既然美国盼的是极限施压，那我们就跟他们玩拉锯战吧，慢慢拉锯。希望这场拉锯战能让美国真的获得一个成果，就是搞清楚为什么天天嚷嚷着跟中国脱钩就是脱不开，天天喊着削减贸易这个逆差，为什么逆差还越来越大？为什么整天拉着盟友打中国，现在跟着中国跑的国家反而多起来了？西班牙都翻脸了，波兰都翻脸了。中国人呢，反正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，信心积累到一定程度，那就是冷静和耐心。有了冷静，有了耐心，就是更少犯错误。而中美之间比的是什么？恰恰就是谁以后会更好犯错误。我们通过我们的发展，能让我们以后变得冷静、耐心，更少犯错误。而美国的思维方式是什么？是政治正确，是白左思维方式，是那种极端的情绪化。那么凭着这些，美国以后还能在这种比赛谁少犯错误的竞争中获胜吗？所以戴琪这轮谈判呢，也算是在其位谋其政，他肯定还会努力谈下去，但是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成果，恐怕已经由不得他了。毕竟大势如此啊！中美之间如果真想通过谈判能跟美国获得一些贸易利益的话，戴琪也好，拜登也好，必须要转变一下心态，把自己放在一个跟中国真正平等、真正用心、真正客气的态度，否则什么都谈不出来。好，关于这次中美贸易牵头人的通话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